我们经常能在动漫里看到练习弓道的日本 JK， 细心的人可能就会发现，在弓道中，男士有时候都会袒露左胸。虽然男女平等，袒露左边的香艳场面，估计是大部分人喜闻乐见的，但实际上，女性在拉弓的时候会带上一种面积很大的护具。关于袒露左胸和护具的作用，经常能看到一种说法，那就是防止胸前的衣物之类的东西阻碍到弓弦的回弹。还进而衍生出了一种说法，那就是平胸对开弓的干涉最小，所以一马平川的女性更加适合使用弓箭。难道真的只有平胸才适合练弓箭吗？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把目光从日本挪开，放到遥远的西方。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全民皆为女性构成的民族，乍一看好像跟东方传说中的女儿国差不多，所有男人只有在一瓶烈酒加持下才能到达的梦中仙境。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不过这个欧洲版女儿国可能跟不少人想象的有一点点差距。这个民族被称为亚马逊人，不过他们可不是生活在南美雨林中的土著，也不是神话时代的网络购物平台，他们是战神阿瑞斯的后代。其实到这儿就已经能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没错，这个民族的女人全是西式猛女，他们崇拜战神阿瑞斯和月神阿尔特弥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他们为男人杀手。所以说，这个欧洲版女儿国其实并非想象中的温柔乡。在《奥德赛》里提到，他们为了种族繁衍会定期找邻族的男性结合，生下男孩不要，生下女孩才会留下。在另一些版本里说，亚马逊人打仗的时候不会杀死所有男人，而是留下一些作为奴隶，炸到一滴也不剩。不过话虽这么说，在大部分亚马逊女战士出场的神话里，她们都是和半人马一样垫脚石一般的存在，出场完全是为了衬托赫拉克勒斯、特修斯以及阿卡琉斯等人的强大。至于为什么提起射箭要说到他们，主要还是因为亚马逊这个名字。古代学者们分析认为，亚马逊由没有以及乳房两个部分组成，因此诞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就是亚马逊女人为了射箭会主动切掉自己的幼乳。这个说法流传非常久远，影响也非常广泛。古希腊的著名医师，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就曾经描述亚马逊女战士，她们没有右边的乳房，少年时期她们的母亲就会用青铜器割掉或者腐蚀掉她们的右侧乳房，以便使其所有的力量转移到右肩和右手臂。不过先不提亚马逊女人到底是胸怀怎样的奇耻大辱，竟然会影响到射箭，实际上就留存下来的大部分有关亚马逊女战士的雕塑以及绘画中，她们无一例外都是丰满健美的造型，没有任何幼乳残缺的例子。所以到了现代，人们开始对这个问题表示怀疑。有学者指出，亚马逊原本并不是希腊文字，而且与胸部八竿子打不着。今天的语言学家认为，亚马逊这个名字可能源自古伊朗语或高加索地区。那么抛开真实性不谈，胸部过大射箭时真的碍事儿吗？答案还真是碍事儿的。所以看过现代女子射箭比赛的人应该都能发现，参赛选手也会佩戴护胸，只不过现代的反曲弓主要追求精确度，威力上并没有太大需求，所以这些现代弓箭的拉距普遍小，护胸也只需要让左胸服服帖帖，不要影响开弓就行。一般覆盖面积也比较小，所以其实就算按正常逻辑考虑，亚马逊人就算真割也该去割左胸而不是右胸。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再回头看一看日本弓道中女性佩戴的护具了。日本弓道中使用的传统合弓拉距是远比现代弓箭比赛中使用的反曲弓更长，传统射箭一般拉距都比较大，因为拉得越往后，箭射出去的威力就越大，经常一开弓时都会拉至脑后，这种情况下胸前对于开弓的干涉就更大了。所以日本弓道射箭时，男性有时候会袒露左肩左胸，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礼射的流程规定，在大陆汉族和藏族的礼射中也会有这样的礼仪，另一方面就是省得出现令郎的胸大肌为何如此浮夸之类的尴尬场面。而在女性身上，先不说袒露左胸有伤风化，假如真的袒露出来反而更干扰了。
所以日本练习弓道的女性为了防止胸部干扰弓弦，就选择佩戴更加宽大的护胸，将右胸也包裹住。但是一块皮革甚至一块布做的护胸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并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想必就算亚马逊女战士们真的存在，也不会一根筋非要跟自己的胸部过不去。关于亚马逊女战士的割乳习俗，可以确定是一个古老的谣言。不过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搞不好一马平川的女性练习射箭确实会更有优势一些。但是归根结底，会在脑子里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人，多半关心的也不是胸部对于弓弦的干涉，以及不同护具之间类似于胸部尺寸这种设定，在大家经常看到的幻想文学中都是可微调的。你能找到贫乳的理由，我就能找到巨乳的理由，而你又不能说我的设定一定错误。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XP，系统无法相容，所以这个问题上是作者最大。说了这么多不正经的东西，我们来说点正经的。在日本弓道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护具，那就是手指上套着的护具，一般叫做弓弦或者射，使用鹿皮制作，主要保护拇指、食指与无名指。这是因为东亚射箭都采用的是蒙古式射法，在拉弓弦的时候使用大拇指扣弦，箭尾卡在拇指和食指的指窝处。蒙古式一般采取大拉锯的方法，弓开得十分满，这样有助于弓箭的威力提高。而与蒙古式对应的是地中海式射法。之所以各国弓术对于指法都十分讲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射箭时有一个基本法则，那就是弓箭手悖论。弓箭手悖论可以说是射术里最有意思的现象之一了。在射箭的时候，普通人下意识的反应应该就是拿箭对准目标，但实际上正常的弓箭手在射箭时，箭头所指的延长线并没有经过目标，而箭头指向目标的射法肯定会打偏，这就是弓箭手悖论。古人当时是搞不懂这个悖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但是他们在发现自己射得不准以后，就开始琢磨调整自己的姿势，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如果用右手大拇指以外的手指拉弦，那么箭必须放在弓的左侧，相反，如果用右手大拇指拉弦，箭就必须放在弓的右边。于是蒙古式射法与地中海式射法就产生了，除了指法另外的一个差异。而关于这个悖论，直到上个世纪才得到答案。被称为科学弓箭术之父的发明家美国人克拉伦斯·尼克尔斯·希克曼搞了一台4000 fps 的相机去拍摄箭飞行时的画面，才明白了这背后的秘密。简单来说，开弓时手中的箭就像你的大学男室友一样，看起来笔直，但是非常容易变弯。当箭矢离弦以后，并不会像影视剧里慢放镜头那样直直地朝目标飞过去，而是会在空中以一种肉眼难以捕捉的扭曲姿态，非常欢脱地左摇右摆着向前扭动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你用箭头对准目标，射出去后反而会偏得非常离谱的原因。不过，虽然射出去的箭总是像喝大了一样摇头晃脑，不过箭身上有2个点会是保持相对静止的，这2个点被称为波节。最巧的是，波节之间的连线会直指箭最终命中的位置。也就是说，一个合格的弓手，只要能让波节和自己想射的目标牵手成功，就能做到100发100中。因为这个原因，于是用传统弓射箭时，真正需要瞄准目标的不再是箭头，而是波节。不过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控制箭左右震动的同时，还要找到2个波节，听起来没点超能力根本办不到。这时候就该射箭的指法登场了。实际上，掰弯箭矢的罪魁祸首正是弓箭手的手指。正常射箭的情况下，在拉弓时箭矢还是直的，但是在手指释放弓弦时产生的摩擦让箭矢扭曲并把它掰弯。这其实不难理解，如果你仔细观察被放开的弓弦，就会发现它被放开后并不是单纯的前后震动，也会伴随着左右摇摆。正是这种左右摇摆，就带偏了搭在弦上的箭矢，最后造就了箭矢鬼畜的飞行姿态。以西方常见的地中海式开弓法为例，这种射法是用右手3根手指拉弦，箭放在弓把左边；左撇子的话，左手3根手指拉弦，箭放右边。当右撇子射手的手指松开的时候，弦因为手指的摩擦先擦到了左边，使得箭头向目标的右边转动。接着弦弹回原位，箭头向左偏移。
剑发生弯曲，震动产生，彻底离开弓之后，剑就沿着两个波节的沿线扭动出诱人的曲线，而这些肉眼很难注意到的变形，没了它还不行。如果不能让剑出弓时这样左右抖动起来，就会射偏。而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蒙古式开弓法，就相当于地中海式左撇子的开弓法，是上一套动作的镜像。如果是用蒙古式开弓，那么右撇子的射手的剑要放在弓的右边，而且要用右手大拇指拉弦，这样松手后弦才会弹到右边。此外，因为一根手指拉弓的原因，拇指很容易被弓弦伤到，所以东方从先秦开始就有手指带射的传统。到了清朝，这玩意儿叫做扳指，南语叫憨的憨。早期深受大陆影响的日本弓道也就沿用了这套射法，同时射的造型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当然了，还有一些开弓姿势经常出现在各种影视剧中，但是既不属于蒙古式，也不属于地中海式，更不属于精灵族，属于我不管，我就是要把道具的毛都薅下来的捏剑式。这属于史前恐怖直立猿时期还有原始部落的射箭方式。如今的主要使用者是片场演技指导知识不足的年轻演员们，因为准头很差，一般比较适用于在游乐场射男朋友头顶的气球苹果。同样的，还是因为准头很差，如果没射到气球苹果的话，就比较费男朋友了。总之，要想射得准，就得手指在正确的方向上产生摩擦，让箭震动之后同时产生瞄准目标的两个波节。至于如何预判波节的位置，就全凭射手的技术跟手感了。波节的变化，换一把弓甚至换一支箭，影响都非常巨大，更不要说每一射的拉力和拉距也很难做到次次一样。就算是老练的弓手，也没办法保证每一射都有极高的准确率。在了解了这些问题后，现代弓箭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试图去解除弓箭手悖论。比如我们经常能见到不少现代弓箭直接在弓身上开弓，或者设计成箭矢从中间发射，让开弓时箭头就直指目标。虽然到了20世纪，这些问题可以交给数学解决，但是在遥远的过去，这些问题只能全靠弓箭手体感。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就靠弓箭的数学建模估算古代的冷兵器的量级。说个著名的例子，依靠弓箭数学模型，一些人提出，在1415年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使用的60克的箭，搭配的是张弓拉力超过450牛顿的弓。大家平时虽然勤练麒麟臂，但没有女主可射，因此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现在很少有射手能拉动350牛顿以上的弓。所以直到1982年，考古学家们也不敢相信数学模型预测的真实性。1982年，一艘在1545年沉没的战舰被打捞出水，它就是玛丽玫瑰号，属于那个因为结婚6次砍了2届老婆而流芳百世的亨利8世。从这艘战舰上发现的139把长弓和超过3000支箭证明，当时的弓真的就这么难拉，比你依靠丰富单身经验练就的强壮手臂还要有力。据考证，亨利8世专门拨钱养了这么一批从小练就麒麟臂的精壮猛男，在战场上拿着高额军饷替领导实施远距离打击。而弓道所使用的日本和弓就与这些弓类似，同样属于长弓。现在标准的和弓长度大概在7尺3寸，大约2.21米。古时候的则分为全长2米以上的大弓，以及6尺3寸大概189厘米的半弓。相比西方160厘米就可以叫做长弓，和弓的长度也就成为了它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可能也是因为和弓巨大的尺寸，所以日本历史上有关弓的传说多半都带着浓浓的怪物猎人气息。比如藤原秀香用和弓射爆巨型大蜈蚣，还有春说弓张悦的男主角号称镇西八郎，爱用强弓大使。据说身高2米的超级猛男袁维朝，有传说他在被流放伊豆大岛时，开弓一箭射沉过来讨伐他的战船。能诞生出这么多反器材超自然传说的武器，可见和弓这种尺寸巨大的远程武器在日本人眼中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和弓虽是复合弓，但其复合结构却是以竹木构成，与搭配上动物金剑的角弓相比有颇大差异，也正因此导致了和弓的形状如此巨大。和弓伴随着弓道发展，远自古绳文时代起，即已有人类原始的弓类兵器，及至弥生时代，开始使用强化木质弓成为战场兵器，后期开始配合木材的竹材，成为了合适复合弓的先声。
不过就像日本刀锻造时因为条件限制，无奈之下只能采用炼制玉钢的制法一样，和工在制作以及进化时也同样吃了日本匮乏资源带来的不少苦头。和工虽然用木材和竹子制作，但弹性仍然有限，致使工身巨大。这是因为日本当地缺乏韧性优良的木材以及大型动物的筋腱。但从发展条件上来看，海对面的韩国角工反而在材料选择上更加丰富。韩国人正是就地取材，搞到了优良的竹子和动物筋腱，并且琢磨出使用水牛角补强弓身拉力的技巧，最终依靠良好的弹性做基础。就算尺寸短小，但是韩国角工依然可以保证极长的射程。让日本人只能吃柠檬的是，这些东西在日本本地都非常稀缺，无奈之下只能被迫走上不断改善竹和木的复合制法。现在我们看到的和工就是这条科技树攀到尽头的产物，只不过就算如此，仍是难及韩国角工的弹性，所以和工只能不断增长弓身，弥补弹性不足。多方面因素叠加，造就了和工巨大的尺寸。而它身上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是其上长下短的设计。与其他弓不同，和弓的上下臂比例约为2:1，持弓的位置就在弓臂2/3下方的位置。其实不少弓都是上下不对称，上弓臂都会较下弓臂长，只是和弓的上下臂差距实在太明显。对于弓上长下短的原因，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一说是基于方便使用的设计，由于材料不足，和弓不断的增大体型，但是功能随便增高，人却不行呀。古时日本人身高普遍较短，本来尺寸大的弓就难以操作，所以最终为了方便使用，只能将握弓的位置置于下方位置，造成上下不对称。而另有观点觉得，和弓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便于骑射。古时用弓的武士阶级大多是在马上作战，我们之前提到过，这可能是骑马民族征服王朝留下的遗风。在这种使用环境下，下臂较短的设计就更方便移动至马的另一边。另外，还有人认为不对称的设计可以减轻震荡，在射箭时弓弦回荡的震荡很容易成为射箭者的负担。在和弓上下不对称的设计下，上臂承受了更大的拉力，在回弹时射箭者亦能减少负担。只是这种设计下对射箭者的技术门槛要求就更高了。你在看各种作品里女性开弓射箭的视频时，有没有曾经产生过她们胸前的巨物会不会影响开弓的苦恼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